紅軍城即將要被攻破了嗎？這個是來自於西方媒體的預測哦。我們先來看到西方媒體報道說，俄軍即將攻占烏東的城市紅軍城，就是所謂的波克羅夫斯克。因為現在這個地方有16萬到17萬的俄羅斯大軍圍剿。當然呢，其實俄羅斯也為了取得紅軍城付出很大的代價，因為時間長達21個月。好，不過就在即将要攻破紅軍城的前夕哦，俄羅斯有公布了一支烏克蘭投降士兵的影片。他說，根據了解，紅軍城已經斷糧超過7天了，而且嚴重缺乏彈藥，完全看不見任何增援的部隊。紅軍城當然这個地方對於烏克蘭來說有很大的意義。第一個，它是很重要的鐵公路交匯處，向東通往頓內茨克，向西連接第聶伯河還有扎波羅熱，同時也是很重要的烏軍補給線。好，另外我們來看到在這個地方，俄羅斯持續全境針對烏克蘭大規模的轟炸，因此呢，已經導致了烏克蘭的能源設施現在發電量全部歸零了，一片黑暗。所以烏克蘭已經宣布了全境分為2到4個梯次分區停電。好，另外我們來看到這一回俄羅斯已經下了最後通牒了，包含了伊斯坎德爾導彈還有匕首導彈全部都用上。同時呢，普丁還下了2個很重要的指示。當然，也就因為這2個很重要的指示，就被外界認為現在紅軍城即將要被攻破。第一個是他要國防部提交所謂的核試計劃。第二個，他說俄羅斯的軍隊必須要給予投誠的烏軍士兵還有平民一些人道的待遇。好，針對一連串目前在俄烏戰場上的狀況，我來請教一下小艦長，您怎麼樣看紅軍城是不是已經要被攻破了？其實紅軍城已經等於被攻破，它95%的這個範圍幾乎都已經是被俄羅斯給佔領了。那其實我們來看這張圖的話呢，這個是11月2號的，我們還看到它這邊的這個開口啊，那約略呢大概還有那個2.5公里的部分，那也是我們上個禮拜所講的，也就是它如果這個開口封閉，其實我們之前所談到的機械化步兵步兵旅155旅在這邊會被整個圍住。那如果我們來看最新的，也就是這個禮拜的圖的話，就已經幾乎是如此了。也就是這一個幾乎等於封閉，但已經不到2公里了。那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這樣來看，而且我們來看這個圈圈哦，這個圈圈越大，表示戰事越激烈；圈圈越小，表示它的戰事沒有這麼激烈。那我們還看得到紅軍城嗎？其實看不到。那這麼小的圖，大家看得清楚嗎？當然看不清楚嘛。那當然，小艦長有準備大張的。那也就是說，當我們來看到的時候，現在等於是把整個準備封閉了。如果我們來看這樣一個缺口的話，實際上來講，它大概就是不到2公里，不到2公里的部分。那現在這個我們看到這裡密密麻麻道路的什麼，這個地方就是紅軍城。所以紅軍城基本上來講，幾乎已經不復存在了哦。那也就是現在都淪入俄軍之手。那現在為什麼普丁他會想到這個主意？第一個善待百姓啊。其實俄羅斯的部隊一直都是這樣，大家不要中了這個烏克蘭的大內宣啊，或者大外宣，還記得嗎？就是2022年開戰之初的時候，有一個老阿嬤啊，他指着這個俄羅斯的部隊一直罵。俄羅斯的部隊有對他怎麼樣嗎？沒有，一副很尷尬的站在那邊讓他罵。那也就是其實，而且每一次他們都開闢安全通道，請這一些人民先離開，不要因為這個兵種之災啊，造成身家性命的這個垂危。所以其實俄羅斯一直都是這樣的哦。那也就是說，按照國際人道法相關規定進行，可是之前他並沒有如此善待這一些烏克蘭的戰俘。那現在為什麼這樣呢？因為不要打了，也就是告訴大家四面楚歌，不要打了。那你只要
器械投降的絕對保存性命，其實簡單來講就是如此。他不要讓再多的生命那基本上損失，無論是俄羅斯或者是烏克蘭，因為只要兩方交火，一定通通都有損失的。那這個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普丁他對於未來戰況的一個看法，意思也就是他對於俄羅斯的戰況是樂觀的，所以他才這麼做。那現在講到全境啊，那個也就是烏克蘭沒有辦法再裝了。以前烏克蘭一直都說，我打到了哪一個煉油廠，我打到了哪一個輸油設施，現在為什麼不講了？因為其實我們剛剛講到的是有關於對待人民的部分，但是如果我們講到說他的戰術其實是成功的，什麼叫戰術成功呢？也就是還記得嗎？前1-2個月他的無人機，也就是不斷的進入羅馬尼亞、進入波蘭啊，還有他的米格31，不是直接的切入，其實是等於是踩的那个領空，就是他。就是讓大家北約這些國家覺得很緊張，所以現在的北約還有聽到任何國家提供防空飛彈給烏克蘭嗎？沒有了，大家都留起來自己用。然後呢，留起來自己用的時候，他就開始使用無人機。那這個其實他使用無人機很早，而且現在無人機基本上已經達到量產。這個是我們講到皮卡，這皮卡是哪一國的？美國的啊，那個公羊 RAM 呢？那也就是大家不要以為擺在這上面，它還要彈射什麼？不用，它只要這一個皮卡直接的像走在路上，它就可以飛起來。那也就是說，它這樣的打擊其實是有效的，而且它的範圍到底到多遠呢？也就是當初大家一直看到它，因為很多人講啊，這個有關於北約第5條，也就是你這些無人機或者是米格31進入他國領空呢，他說對不起，如果你回去看第5條的，他講到受到攻擊，這個時候北約所有的國家才視同那個聯合起來反制，可是他沒有受到攻擊啊，這個也就是啊，那個普丁這個老奸巨猾一直都在踩紅線。那我們看到啊，這個是這一個紅圈內啊，它這裡標示的是650公里，這個是天竺葵2號，還有更遠的天竺葵3號，它的距離可以到2500公里這個範圍啊。那這個範圍如果大家仔細看一下，是不是法國、德國、英國幾乎都包含在內了？所以為什麼現在大家不願意提供這個防空系統？而且這個防空系統沒有什麼用，為什麼沒有什麼用呢？因為這個無人機它一架啊，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天竺葵，它大概就是3萬美元。可是那個你使用這一個愛國者的話，那就是非常昂貴了，就是接近數十萬的美元了。那當然啦，我們台灣的這一些很多的青鳥跟黑熊講說，開玩笑，拿出刺針來，刺針也沒有再便宜哦。為什麼？我們這邊拿出實際的數據啊，如果按照美軍的2020年的預算，一枚是11萬，我們剛剛講的是一架無人機3萬，跟11萬比，你想一想，這一個是不是上士對下士嘞？那而且我們如講說，現在他們烏克蘭講的每一天受到的攻擊大概500枚，一天打掉了18億6541萬新台幣。所以我們這樣講啊，大家不要把戰爭看得好像在打電動玩具這麼簡單。其實如果你家底不夠厚，你是打不了那麼久的。而且當你的對手選對了戰略，也就是我把你們這一些全部透過這個無人機的騷擾啊，或米格31的擦邊球啊，那讓沒有人對烏克蘭伸出援手，那的時候，烏克蘭其實就在唱四面楚歌。好，但我想問一下小艦長，現在沒有人向烏克蘭伸出援手，但是澤文斯基在此刻想到了中國大陸哦。他說，中國在阻止衝突擴大方面是至關重要的，而且還間接表達了對中方協助的感謝。這是什麼意思？他說白了，他是希望中國大陸能夠出來幫忙嗎？
對，他希望中國大陸出手幫忙。不過你太晚了。還記得嗎？也就是在1年前，中國大陸就已經提出相關的一個宣言，希望大家都進入一個和平的，就是說如何解決現在的問題，走向和平。可是你當初澤倫斯基是怎麼講？你是怎麼應對中國大陸的？你是怎麼樣說中國大陸支援這一個俄羅斯的？中國大陸有沒有支援？大家摸摸良心，沒有。這個問題，耿爽講的最對啊。耿爽那個中國大陸駐聯合國副代表，他就講，如果中國有支援，絕對不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現在你想到中國大陸了，然後你其實澤倫斯基什麼都沒有了，你的礦產給了美國，然後你的未來的負債在這一些歐盟國家手上，你烏克蘭人民有什麼？你烏克蘭人民只有想象中的榮光，而且你一代一代的年輕人全部打掉了，你未來還有什麼？在戰前的時候，烏克蘭已經被稱為叫做歐洲子宮。那所謂的歐洲子宮，是因為他們有很多的年輕就超過20歲的少女在當代理孕母。另外，他們到歐洲做那個相關的8大的行業的也非常多啊。那戰前都如此了，打完以後呢，只會雪上加霜。所以有人這樣講啊，總統還真的不能亂選，選上一個曾經擔任過這個演員的，然後對於國際關係沒有任何的了解，或者是像一個東方的小島選一個醫生，然後擔任總統，也是沒有什麼國際關係的一個眼光，做錯決定，等於是賠上了這個區域所有的人民。大家好，我是主播周玉琴。很多的朋友告訴我們，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幫助了睡眠品質。現在呢，進一步推出晚安加強版，添加了首創最適合台灣人體質的天然 GABA、色氨酸、茶氨酸、香蜂草4大天然草本助眠配方，強化睡眠全期都起到放鬆舒眠的效果。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它本身就含有台大專利授權克菲爾乳杆菌 M1 等8種专利菌，首創益生菌、益生元、后生元黄金3角配方，帮助維持消化道的機能。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關心異常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呢，可以選擇原版的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它添加有超級食物羽衣甘藍，健康再加分。而有睡眠困擾的朋友們，趕快選擇藍色包裝這一款晚安加強版，絕對是更有感。選擇太陽星全效克菲爾益生菌，做好日常保養，實現睡眠自由，身體輕鬆無負擔。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而且要記得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優惠。